好了，我現在面前的是小米剛剛發布的他們年度影像旗艦小米17 Ultra， 我們一起來開箱看一下。我這次拿到的呢是一個小米和徠卡定制的特別版本。這裡有一個 USB-A 接口的100瓦的充電插頭哦，有一根編織的，能看到嗎？編織的 USB-A 轉 USB-C 的數據線，有一個鏡頭保護配件，這是什麼？看一下。類似於相機的鏡頭蓋，但是這個位置有徠卡的標誌。這是一個由徠卡紅色組成的手機掛繩，一塊擦鏡布，右下角印着徠卡。哎，背面啊是素皮質感的雙色灰色和黑色拼色，右上角有徠卡標誌，左上角是小米標誌的這樣一款塑料手機殼。好了，那麼我們現在一起來給它撕膜啊！1、2、3。當當哦，基本上跟那個手機殼比較接近，对不对？下邊是很細膩的這種素皮顆粒紋理，上邊呢可能是玻璃纖維。這個鏡頭模組是可以旋轉的，不知道是否有什麼具體的功能啊？到時候我們開機來看一看。小米17 Ultra 使用了幾天時間，今天的視頻呢我會快速說說這款手機的設計、手感、性能，然後我們進入今天的正題。這一次真的徠卡了，先來看看設計。大概是從小米第一次和徠卡開始合作吧。小米對於 Ultra 的定位就是要打造一款無論是看起來還是拿起來還是使用起來都很像徠卡相機的一款設備。我把過去3代 Ultra 機型放在一起，大家可以看到相機鏡頭呢都是一樣的，這種大圓鏡組都是和相機一樣的皮革和金屬的配搭，這些經典元素都得到了保留。而在細節上，小米17 Ultra 它的鏡頭模組是微微上移的，給食指爭取來了一點點寶貴的握持空間。而在機身的左上角，第一次徠卡經典的可樂標登場。這枚可樂標應該是小米17 Ultra 徠卡定制版獨佔的啊，標準版依然是遠看像是徠卡，近看是一個 Ultra。小米對於這個可樂標有多期待呢？我們從這一代的標準版和前代的紅色小標誌就能夠看出啊，可樂標背後所代表的就是4個字。徠卡認證，這對於攝影愛好者的號召力堪比航空母艦叫小飛機回家。這一次第二個設計改變呢，則是純平的機身設計啊。徠卡版本它獨佔了一個邊框刻紋，去提升握持手感。音量鍵呢，從前2代傳統的那種長條按鍵改成了更復古的圓形按鈕。而在機身邊框的另一側，徠卡版本呢獨佔了一個 Leica Camera Germany 的一個金屬刻字。這次真的拿在手裡就像是一台徠卡相機了。手感上，這次厚度超級減薄啊，比前代降低了 1.3 毫米，就是哪怕沒有那種巨大的弧線側面過渡，握在手裡也不覺得很厚。主摄依然是一个1英寸传感器，外加连續光學變焦的長焦鏡頭，但是大家看一下，鏡頭模組的厚度也變薄了。重量方面，17 Ultra 比前代輕了3克，但是徠卡特別版因為它鏡頭模組外邊有一圈不鏽鋼的圓環，所以說重量呢增加的5克還是比較有分量的。這個不鏽鋼圓環是這一次徠卡版本的一個專屬彩蛋，我之後會詳細給大家講解。那麼接下來我們快速進入今天視頻的第二部分，硬件。一句話總結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為小米17 Pro Max 的一個影像增強版。兩款手機呢擁有相同的芯片，相同的屏幕大小，相同的龍晶玻璃 3.0， 相同的3500尼特峰值亮度，幾乎等寬的屏幕邊框。而在這裡我需要特別說明一下，隨着小米17 Ultra 的發布，從2015年開始的雙曲面手機屏幕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10年時間啊，大家都回歸到了這種平面的屏幕加上平面邊框的設計語言當中。在這裡有2個位置是有差別的，第一個就是電池容量 ，Ultra 是6800毫安時，比 Pro Max 的7500毫安時要弱一些。同時觀看 1080p 在線視頻加開啟彈幕，17 Ultra 耗電32%，和17 Pro Max 相同。同時錄製 4K 60幀視頻，17 Ultra 耗電和17 Pro Max 相同啊。這一輪17 Pro Max 發熱是最高的，原因呢是默認開啟了高動態視頻錄製，原神30分鐘跑圖測試，小米17 Ultra 和17 Pro Max 的表現幾乎相同啊，溫度要比15 Ultra 低了4度。在更高負載的星穹鐵道測試中，小米17 Ultra 要比15 Ultra 平均幀率高了接近7幀，溫度低了 1.6度，耗電減少 5%。電池在比17 Pro Max 少了800毫安時的前提下，續航卻能實現差不多的水準，這個我是沒想到的，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實現的。
充電這個位置我再說一下，雖然說它包裝裡搭配了一個100瓦的充電插頭，但是呢，小米17 Ultra 它最高支持的是90瓦充電。这個插頭你可以給17 Pro Max 實現100瓦充電，但是放在17 Ultra 上，它最高就是90瓦。另外，小米17 Ultra 這次支持的是公有協議啊，我的理想 i6 可以給它實現50瓦的無線快充，這一點對於多品牌的用戶來說還是很友好的。好了，那麼無聊的部分我們講完了，正式進入今天的核心環節——影像。這是第一款擁有徠卡可樂標、擁有徠卡機身刻字、擁有徠卡定制的影像風格以及徠卡定制的主題圖標的這樣一款手機。如果說在此之前的幾代小米 Ultra， 你可以說那是徠卡認證的小米手機。對於小米17 Ultra， 我覺得你可以直白的說，這就是徠卡小米手機。那在我們全面正式進入徠卡世界之前呢，請讓我再說一下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所共同擁有的影像升級场景。其中第一个就是這一次小米在 Ultra 的1英寸傳感器主鏡頭上加入了超高動態的影像能力。這個能力其實在小米17 Pro Max 上就已經具備，在拍攝明暗反差比較大的畫面的時候呢，動態範圍更高，更接近人眼表現。不過和17 Pro Max 不同的是，在 Ultra 上，小米把這個功能做成了一個 LAWFIC 開關，默認是關閉的，用戶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把它打開。這個位置我問了一下小米啊，反饋呢主要就是因為默認開啟的時候功耗會比較高。我實際測試了一下，左邊是小米17 Ultra 的默認視頻錄製，而右邊是小米17 Ultra LAWFIC 開關打開錄製。大家可以看一下，確實啊，右邊發熱會更加明顯。除了錄製視頻，單幀的超高動態範圍也帶來了一些其他的收益，比如說拍煙花或者火焰。大家可以看一下這組樣張啊，好家伙，當時火焰出現的時候，其他遊客集體向後倒退一步，就我一個人頂在最前線。這兩張照片不光是動態範圍的差別，大家可以看一下落下雨滴的這種清晰捕捉能力。因為這個超高動態範圍的主鏡頭傳感器，這一次呢，夜景拍照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小米官方叫這個夜神拍照。這裡我不浪費時間，我直接放幾張照片大家感受一下，這還只是普通的夜景隨拍啊，這還沒上主菜呢，先給大家開開胃。第二個則是在長焦鏡頭上增加了連續的光學變焦，也就是說從 3.2 倍到 4.3 倍這之間的焦段啊，是每1毫米的焦距改變，它都呈現出的是光學效果。不同的焦段可以實現人像拍照對於空間的不同壓縮感，同時在不同焦段下，人臉的五官也會產生一點點這種變化。小米15 Ultra 它當時搭配的是一顆 3.2 倍鏡頭和一顆 4.3 倍鏡頭，而這一代小米17 Ultra 相當於使用一顆連續光學變焦鏡頭取代了之前2顆鏡頭。4.3 倍這個焦段，因為它共用一個鏡頭傳感器嘛，當我調到這個焦段之後呢，因為光圈會變小，導致暗光畫質視頻會減弱，所以這個部分就看大家個人的日常拍攝需求。第三個則是這一次這顆長焦鏡頭呢，它不僅支持連續光學變焦，它還搭載的是2億像素傳感器。2億像素傳感器大家也不陌生了，就是那種能放大好幾倍然後進行數毛的那種效果。我對比了一下目前3款長焦2億像素的機型，它們的拍照速度和最後同一張照片的體積，其中小米呢一張2億像素照片最後是50兆 ，OPPO 是40兆 ，vivo 是30兆。當然了，這個不是越高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啊，就是一個廠商對於體積和畫質之間的平衡。以上這4點是17 Ultra 全系所擁有的升級。那麼接下來我來說一說這次徠卡版獨佔的超能力啊！首先，徠卡專屬主題，包括圖標、包括相機界面，甚至連天氣預報的文字，都是由徠卡設計部門專門完成的。大家要知道，徠卡全球的員工加起來才2400人，專門給小米設計這一系列元素，真的也是盡力了啊！圖標，據我了解，應該是設計了應用商店下載量的前150個還是前160個啊，100%的德味兒。這是徠卡版本第一個獨佔。那麼徠卡版本的第二個獨佔，則是這一次的大師變焦環。小米17 Ultra 徠卡定制版，它的周圍啊，鏡頭外邊有一圈不鏽鋼的圓環，這圈圓環呢本身是可以轉動的，我給大家看一下，能看到嗎？那麼旋轉這顆圓環能幹嘛呢？當我旋轉這個變焦環的時候，會自動打開相機模式。你一個方向順時針轉或者逆時針轉的時候，它都不會打開相機，只有在迅速的在2個方向之間進行一個旋轉，它才會打開。一個防霧處吧，我們看一下。隨着手機傳來一聲震動，這個相機就打開了。然後你可以在設置當中呢選擇去旋轉的角度，比如說我現在把這個旋轉的角度變得很小，我只需要稍微擰一下，它就激活進入到相機界面了。除了拍照之外呢，比如說我們現在選擇專業模式，稍微旋轉一下。看到了嗎？它就直接進入專業模式的界面了。接下來呢，就進入我們的第二個設置環節，就是相機的變焦功能。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拍照界面當中，你可以把它設定為變焦環，大概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標準意義上的變焦環。手機這時候呢，它會傳來這種很清脆的 X 軸振動馬達聲音，連續的變焦，也可以進行鏡頭之间的這種跳躍。你也可以選擇 EV， 也就是曝光。当我旋轉的时候，這個時候畫面就可以降低它的曝光。我自己在使用的過程中，我覺得這個功能是我比較喜歡的。我去旋轉，大家看屏幕的右下角，這個虛擬光圈虛化就會進行自動調節。這個相機變焦環震感是什麼意思呢？你如果選擇僅相機，那麼就只有你在相機應用 App 中去旋轉這個變焦環，它才會有震動。但是呢，如果我退出相机，再去旋轉這個变焦環，它就沒有那個聲音了。給它設置成全局，那麼即使我退出相机界面，在主界面。第三個徠卡定制版所獨佔的功能呢，則是這一次我個人最喜歡的徠卡一瞬。小米在相機應用中塞進了2款徠卡相機，或者我準確的說，是徠卡相机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2款型号，分別是1954年誕生的徠卡 M3搭配 Monopan 50的黑白胶卷，另一款呢，則是2009年發布徠卡首款全畫幅数碼相机 M9。也是德味色彩的一个经典代表。接下来，我作为一个日常并不喜歡黑白拍照、極少拍攝黑白照片的普通用戶，來分享一下我使用 M3 日常拍攝時候的一些感受。徠卡 M3 這款相機在當年帶來了革命性的取景測距體驗，直接讓另一家名叫蔡司的德國相機廠商退出了旁軸相機的競爭。使用徠卡 M3 拍攝出的經典照片非常多比如說這張英勇的游擊隊員相信大家在各種 T 恤海報中都見過，對不對？接下來給大家看幾張我隨手拍的照片雖然說 M3 相機已經是70年前的產品，但是在今天的二手市場依然非常受到追捧。M3 模擬相機的照片風格是那種非常濃郁的黑白色調，黑色特別深邃，反襯之下呢，這個白色在照片中特別突出，因為去掉了真實世界中這種色彩的干擾，會讓照片中的主體一下子就顯現出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讓拍照變得更簡單了一點。當然了，因為沒有色彩的輔助，所以如果你想拍攝出那種大片呢，對於構圖的能力要求自然也就更高這一點我也不是專業攝影師，所以沒有辦法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經驗。但是我必須要說，黑白照片它有一個優勢就是天然自帶一種優雅格調和品質感。真的，就是你知道你其實距離攝影師差遠了。但是黑白照片一拍出來，你又覺得你行了。另外，在這裡，我相信一些用戶很關注小米17 Ultra 它的徠卡 M3模擬相機是不是一個簡單的濾鏡，就是把彩色照片單獨變成了黑白照片呢？在這裡，我分享幾組照片，左邊是彩色的，右邊呢是徠卡 M3。如果我直接把左邊這張彩色照片轉化成黑白，大家對比看一看，是不是右邊這張明顯更吸引眼球，層次感更加豐富。小米這次給 M3做的一個最重要的調試，就是它對於光線的感知。比如說左邊這張照片是從彩色轉化成黑白的，你現在能看出這張照片它的光出現在哪裡嗎？右邊徠卡一瞬 M3相機的拍攝照片作為一個對比，是不是就很明顯了？為什麼左邊這張照片你感受不到這個光的存在呢？因為這個光是藍色的和綠色的。如果我們只是簡單的套一個濾鏡從彩色給它轉換成黑白，這個時候是沒有辦法識別出這個光的存在的。這還不算完為了最大程度的還原70年前的膠片質感，小米還在 M3模擬相機的照片中加入了銀鹽顆粒這種算法。這些顆粒實際上是膠片成像過程中因為化學變化所帶來的這種畫面細節。如今數碼拍照早就已經沒有這種效果了，但是小米也把它加進來了，盡可能的還原出70年前黑白照片它的魅力所在。我相信這也是這一次徠卡能直接給可樂標的一個原因，對不對？因為真的很徠卡。小米和徠卡想做的就是盡可能的讓每一個喜歡 M3 的攝影愛好者都能夠同樣喜歡徠卡一瞬中的模擬 M3 相機。那麼說完 M3，我再來說說我個人更喜歡的 M9徠卡相機德味色彩的集大成者。這是默認相機拍攝的色彩，這是徠卡 M9 的色彩，這是默認色彩，而這是徠卡色彩，這是默認色彩，這是徠卡色彩。大家能感受到這個色彩差異吧？我個人的感受就是太好看了，就是這麼簡單直白。你不需要做任何後期調整，你不需要調色，你不需要加濾鏡，你拍出來就是這種效果。大家看這樣幾張樣張這是徠卡色彩表現紅色，這是徠卡色彩表現橙色，這是徠卡色彩表現黃色，這是表現綠色。這張是徠卡 M9 的色彩表現藍色。這張呢是表現紫色，這個紫色的效果我覺得很好，對不對？雖然說現在已經是 Vlog 視頻的時代了，但我覺得這次徠卡2款相機的加入真的會讓很多人重新愛上攝影。關於徠卡一瞬，我覺得3個可以提升的點。第一個就是暗光下使用長焦鏡頭拍攝的時候呢，會比
正常模式使用长焦更容易糊，这个问题我已经反馈给小米了。小米说他们会在未来通过软件系统更新把这个问题优化起来。第二个点呢，就是目前徕卡一瞬啊，它不支持虚拟光圈虚化。真的，我觉得如果徕卡色彩加上光圈虚化，那就更接近真实徕卡相机的那种拍照体验了。第三个点呢，这是我的一个畅想啊，就是我现在使用 M9这个色彩的时候，我看预览框里它是可以预览出 M9色彩的。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那理論上是不是可以用 M9的色彩拍攝視頻呢？對不對？就是小米去替徕卡完成連徕卡都沒有完成的操作，這個我不確定未來會不會有，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能夠使用徕卡色彩去拍攝 Vlog。總結。這一次小米17 Ultra 徕卡定制版給我的一個驚喜啊，在於徕卡和手機廠商合作了這麼多年，真的是第一次如此深入的系統層級的進行定制，包括它最經典的2款相機，包括可樂標都加進來了，這是我之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如果我現在跟大家說徕卡要推出一款自己的拍照手機，你腦海中會出現怎樣一款產品？是不是一款外觀看起來很徕卡，但是系統幾乎就是最基礎的安卓原生，確實能拍照，但是日常用起來就很難用的那樣一款手機，對不對？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因為徕卡它沒有做手機的經驗，別說做手機了，就是錄製視頻也不是徕卡的強項啊。而今天所發布的小米17 Ultra 徕卡定制版，應該是我所能想象到的各種意義上的徕卡手機能實現的頂級體驗了。我們把時間倒推100年，徕卡在1925年發布了第一款量產相機 Leica One， 而在100年後的今天，卡在2025年的末尾推出了一款幾乎100%深度定制的相機手機或者說是手機相機，我覺得是徕卡和小米共同給喜歡徕卡影像、喜歡徕卡色彩、喜歡徕卡設計的用戶一個小小禮物。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這大概也是2025年的最後一支長視頻了。那提前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我是周文澤，我們2026年再見。